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欢迎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在美军这一场美伊战争当中，一个月内美军损失惨重。今天会来关心到多款的美国战机都因此被打下来坠毁哦。另外，伤亡的数字最新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说法是来到了13死365伤。当然了，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美军原本自信的说可以压制伊朗的雷达，但是在近期的几起的攻击当中，可以看到他的战机都被精准的猎杀了。这场战争正在持续全面失控。今天一起来关心中东战火烧到现在，其实已经烧超过了1个月的时间。美伊的激烈交火下，我们看到美军最新光是在3月份有多少架的战机被这个跌落。我们来首先看到几个重要的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在3月2号，这一次的一共是3架的 F-15战机在科威特的上空遭到友军，当时是遭到误击坠落，导致6名机组员他们只好弹射逃生。紧接着在3月12号，一架 KC-135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也坠毁了，6名机组人员是全数罹难的。再来是3月27号，美军的E-3的哨兵预警机在某个他们的中东的基地遭到伊朗攻击之后摧毁。不过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最新的这一起事故，是发生在3号的凌晨了。我们看到的是 F-15E 的飞机战机，他们飞入到了伊朗的领空之后就被击落了，2名飞行员他们紧急弹射逃生。而且呢，在紧急逃生之后呢，就美军立刻是展开了最大胆的一次救援行动。川普在努力了非常久的时候，在5日在社群宣布我们接到人了，但是我们也稍微带观众朋友回顾，其实在这一起的救援行动看起来真的是险象环生的。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 F-15E 坠落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一名飞行员他是独自逃脱的。当时他的脚其实是受伤的，所以呢他没有敢停留，赶快的一直往高处爬。后来他爬到了一座是7000英尺的山脊，他就挤入到了这个山脊的岩缝当中，然后随即他就启动了他的信标，要让美方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紧接着发出了间歇的讯号，他不敢长期开着，怕也会被敌方给知道他在哪里哦。然后他就在这边进行了等待。紧接着，美军的救援就正式的开始了。美国是出动了数十架的战机跟直升机，并且派遣了达到100名的特种兵与伊朗在当地直接跟民兵展开了交火。在这当中，2架的运输机在运输的过程，在整起的这个攻击的过程当中，也因为故障而受困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美军是赶紧派了3架新的飞机继续的执行任务，并且来自美军的说法，他们就直接炸毁了当时故障的2架运输机。但是来看到伊朗的说法，跟美军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说呢，2架运输机是由伊朗炸毁的，并不是美方自己去炸毁它的。伊朗说，他们击落一共是2架的黑鹰直升机，还有2架的这个 C-130运输机。为什么这说法这么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请专家来帮我们做还原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现场的影像也显示，伊朗的武装人员他们密集开火，干扰低空的救援编队。而从战争到现在，刚刚说了超过1个月的时间，最新来自于美国官方统计，造成13死365人受伤。美军这一次派了上百名的特种部队来执行这样子的任务，只是为了救1名的飞行员，宛如冲出封锁线这个电影哦。根据伊朗的说法，他们击落了包括黑鹰直升机还有运输机，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是他们自己炸毁的运输机。到底怎么回事？美军这一次的行动到底算不算成功？那么这一批特种部队被围剿的话，那么可能会造成的是特种部队上百人都全军覆没。如果真的发生，川普承受得起吗？舰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的救援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国拥有大部分的局部空优啊。那也就是之所以他们可以顺利的救援，其实这占最重要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来看，其实这一次发生的地点呢，在伊斯法罕省。
那伊斯法罕省其实已经到了中部这个位置啊。那这中部的位置，其实这一个它发生的地点，它是一个临时的机场。那这个临时的机场呢，如果我们来比对一下的话，它距离伊斯法罕的这一个核设施，其实大概就是50公里而已。那50公里都不到。那如果以50公里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一个机场未来是不是将成为美军要到伊斯法罕来进行这一个浓缩铀，那直接的把它撤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场。那至于说到底是谁去炸这个飞机的，我基本比较相信是美军炸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对于伊朗来讲，他一定不想炸，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可以多多少少做一些所谓的逆向工程，而且自己做不了，可以交给俄罗斯来做，所以他一定会想要把飞机留下来。但是对于美军来讲，其实美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啊，叫做 Leave no one behind， 也就是不抛下任何人，那也就是无论生死都要把那个同袍都带回去。那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部队救援，也就是告诉他们每一个飞行员或者是每一个官兵，就是你如果说在战场上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美军会尽一切的力量把你救回来。那这个是美军他为什么出动这么大兵力的原因。而且如果我们从黑鹰计划一直看到现在的话，美军在撤离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破坏装备，因为美军派出去，他能够压制这一个伊朗的所有的空中的一个无论是征收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话，它有各种的征收反制装备，所以它一定要加以破坏。那破坏完毕之后，那它才会离开。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而且包含了当年他们其实有 Desert One， 也就是在当时要撤出，就是科梅尼政权的时候，他们要撤出这个伊朗大使馆的使馆人员的时候，结果那一次也不成功。那一次在伊朗中部的沙漠，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一个一连串那个不顺的，然后结果连人都救不回来的现象，他们也是把飞机破坏了。所以如果说以飞机破坏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是比较相信是美军破坏的。那至于说这一个行动呢，成不成功，其实非常成功，但是它它有前提的，也就是不断的在提到说，美国在伊朗其实是拥有空优的。那不然的话，我们一开始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HC-130带着2架直升机还进行在伊朗上空进行空中加油。那其实进行空中加油是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反击的能力。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坚信没有那个地面可能的攻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行动是成功的，但是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国其实他对于伊朗其实并没有那么对，尤其是对于他的地面部分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它尤其是它慢慢深入内陆之后，其实它会遇到的挑战更多。好，这个是来自于美军他在这一场攻击行动当中，整体看起来算是成功，但是也面临到许多的挑战。那这么多的战机，刚刚讲嘛，许多型号都被打下来，不管是 F-15E 到 F-16到 A-10，甚至是预警机都出事，制空权是不是已经被伊朗给打穿？委员又怎么看？对，我想很多这个朋友都在说，这一次是美国救援的这个胜利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说，那这是不是代表伊朗的失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是对伊朗来说，他如果真的抓到了这个这个美军的这个当时跳伞的这个人员那么真的抓到了，变成俘虏了。那你说有人说这样伊朗会手上多了一些谈判的筹码，可是我会认为说，反过来讲你会让美军有更大的正当性对你发动后续的攻击。其实，在这一场这个美以伊的战争里头，为什么美国跟以色列站不住脚？因为率先攻击的不是伊朗，伊朗没有屠杀美国人，那伊朗是完全在被动的回应。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伊朗真的把这位飞行员把他俘虏了，
那么美国恐怕就有更多的理由去发动各式各样的打击了。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让人把这个被美国救走，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啊，因为在救他的过程当中，美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哦。就像刚才舰长讲的，美国自己不得不亲手炸毁掉自己的2架特战运输机啊。然后呢，从这个整个开战到现在啊，不管美国的这个战斗机是被这个友军打下来的啦，或者是自己失误掉下来的啦，各式各样的理由啊。但是不可以否认的是，它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说，对美国的空军或者是这个整体来讲，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它不是没有战损的，它是有战损的，只是这个战损不一定是伊朗把它打下来的哦，包含这2架，美国自己亲手要把它炸了哦。那么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反映了2个现实哦。第一个现实就是美国不再是天下无敌啦。就是以前川普能够把自己当作宇宙之王哦，就觉得说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他不能征服的哦，就美国只要轻松出手，马上就可以这个拿下来了。可是，在这一场战争里头哦，我还不要讲说这个战争最终的终局是什么，就光打到现在，大家还有人会相信美国是天下无敌的吗？美国的 F-15可以被友邦打了3架下来哦，美国自己的 F-15现在飞到了伊朗上空，也被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打下来了。美国自己的特战运输机在机场还飞不起来，逼得只好自己把自己飞机给炸了。然后美国的黑鹰这个直升机也一样被打到啊，所以你说美国再像当年说它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哦，消灭它任何想要消灭的对手跟敌人，我认为打到现在为止，它的那个神话已经破灭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舰长也提到说，美国真的掌握制空权了吗？的确是，就是如果照传统的说法来说，他掌握了，他歼灭了伊朗的空军，他把这个防空阵地可能雷达都破坏掉了。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啊，伊朗还有地面部队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何谓制空权？就是地面部队可能用很简单的军事装备就可以把你飞机打下来的，更不用讲说你可能是黑鹰直升机这么低的飞过来，那么你用个监射飞弹都有可能把它打下来哦。所以当美国没有办法全面的清除这个伊朗的地面部队的时候，坦白讲，你说美国要100%掌握制空权，恐怕有一点难。传统的标准来说，他可以说他100%掌握了，但是现在哪怕只要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他的下一架飞机都有可能像 F-15一样被打下来了。好，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战机多架被打下来哦，这个战损也再度的验证了这个美军的制空神话被打破了。那同时间呢，也凸显了伊朗他这一次哦，在这一回合当中的新防空系统的威力是不可小觑的。特别伊朗自己说了，他说这个是由我们国家的年轻聪明的人们所打造的新防空系统。我们今天会来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说伊朗所谓的新防空系统指的是包括了中程机动型的地对空防御系统，也就是霍达德3的飞弹击落了 F-15E。另外还有专家指伊朗可能还用了什么呢？就是被动的红外线的探测系统，追踪锁定美国的飞机，是这样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刚讲到神话，其实这次神话破灭不只是制空权啊，我想种种这个所谓由美国发出的神话讯息都已经破灭。那么我们讲一下这个，当然在中东整个制空权啊，我们知道所有的空优都在美国的一方。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还是认定是这样，包括现在这个他们救援他们的这飞行员一样的，他们的制空权、他们的空优绝对是在非常的 top 很顶尖。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伊朗他知道他磨不出很亮丽的剑，但是呢，他最少要制出啊厚实而强韧的这个盾，然后呢可以折断你的剑。他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历年以来就一直在浅的用智慧的去考量，他怎么去制造将来只要制空权被破解之后，我们怎么去反击这个所谓的他们的空优的飞机。因此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导弹，他们其实我认为他们早就已经潜在，就是跟他们在做核弹这个核设施一样的道理。那当然，你要做核弹，必须要飞弹必须要有2样东西，一个是攻击力够强嘛，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精准度要够。所以这次你刚刚讲到的，他们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一套所谓的被报道出来的这个 Hodat 啊，叫赫达德啊3这一套的防空系统。那当配上它的这个红外线的锁定的技术啊，各位你可以看到这次它真的让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空优真的是这个神话被破灭。为什么？这次大家可以看到从头到尾啊，当然之前有其他的无人机或飞弹的这个反击，包括这个我们讲攻击机也好，
好像战斗机啊，不管是 F-15、F-18这个舰载机，或者甚至 F-35，然后再来就是加油机，甚至很贵的预警机都会被打到。而这次呢，却能够把 F 战斗机这么能灵活运用的战斗机打下来，我觉得跟这个赫达德3有关。那赫达德3是什么样一个这个飞弹呢？我必须声明一下，它是一个中程的一个机动式的，我强调是机动式的一个防空导弹。它是一个在轮辆车子就有轮的车辆上的一个导弹。这个导弹可以让它怎么样呢？能够随时机动。这是最主要的。那还有，而且还可以随时隐匿，因为它可以随时被发现的时候呢，开始变换这个部署，然后呢躲进这个山洞里，那再随时出来，所以它可以做到随时的转移阵地，然后掩蔽，然后适时再反击。我觉得它就是这个成功之处在这里，所以就很容易的怎么样呢？就把这个美国的空优稍微击破了。我觉得最后还要强调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次伊朗所打的东西，不管它是地属的这个战略方式，就边打边造，或它马拉松的做法，就是它由小放大、循序渐进，而且很厉害，就是预留了实力。它现在我觉得它还在预留实力。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它准备用20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20亿的美元石油哦，他们生产石油的国家要跟中国交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2种飞机 J14、第4代的以及第5代 J20，还有一个更重要，要买他们的红旗飞弹、红旗9。那这是中远程的这个防空飞弹哦，它的这个命中或它的这个定位定准就更厉害了。所以我觉得它还在预留实力。如果你美国还要继续来，我们还有更强而有力的实力，未来可能就真的把你的整个剑啊磨到全部都折断，让你将来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去刺伤别人。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